大家好，欢迎来到养怡时光，我是林小涵，请停下手中的事，认真听我说。今天，我一位在华尔街核心圈工作15年的朋友传来一则加密信息，一份顶级投行内部绝密文件正在小范围流传，文件内容令人脊背发凉。他清楚指出，一场规模可能10倍于2008年金融海啸的风暴将在2026年第一季度登陆全球市场。更关键的是，文件冷静地提醒，普通人转移资产、保护财富的窗口期仅剩最后90天。这不是预测，这更像是资本顶层已开始行动的发令枪。想象一下，你半生的积蓄，承载全家希望的房子，规划多年的退休金，是否会因一场远在华尔街的金融游戏而一夜蒸发？在养怡时光这里，我将为你深入解析这场即将到来的风暴。请你点下订阅并打开小铃铛，这样当风险真正来临，你能第一时间听到清醒、提前的声音。信息就是财富，晚一步可能就意味着接过最后一棒，承担所有损失。好了，我们抓紧时间进入正题。首先的一个问题，也是很多人最困惑的一点，既然你说的危机在2026年，那不是还有差不多2年吗？为什么逃生窗口却只有现在这区3个月？这里就涉及到华尔街一个非常黑暗但无比真实的潜规则了，那就是提前量。我得跟你详细说说刘小姐的故事，这能帮你彻底明白。就在上周，她毫无征兆地辞掉了纽约那家顶尖对冲基金令人羡慕的高薪职位。你没听错，是彻底辞职，不是跳槽去竞争对手那里。然后她做了一系列在旁人看来完全无法理解的操作，以低于市场价的速度卖掉了曼哈顿附近的公寓，几乎清仓了所有股票和基金持仓，把变现后的大部分资金换成了流动性极高的短期国债和那些沉甸甸的实实在在的金条，然后以最快的速度带着全家老小直接飞去了新西兰的一个偏远乡下农场，近乎与世隔绝。他走之前只给我留了一句充满隐喻的话，他说舞池里的音乐马上就要停了，扩音器的电流声已经开始吱吱作响，可还有一大群人被闪烁的灯光和热烈的气氛迷惑，挤在门口以为派对刚刚开始，其实后门早就关了一半了，聪明人已经顺着消防通道离开了。你仔细品品这话里的意思了吗？在真正的金融圈顶层，那些掌握着数以百亿、千亿美金规模的聪明钱和顶级机构，是绝对不可能等到新闻头条开始铺天盖地大喊危机来了，电视上经济学家们都在争论衰退的时候才跑的。他们的资金体量太大了，庞大的像一艘航空母舰，在拥挤的市场海洋里掉头，需要非常长的时间、非常隐蔽的通道和巨大的提前量。他们必须也只能在市场最狂热，所有散户情绪最高涨，都喊着这次不一样，牛市万岁的时候，悄悄地把手里那些早就烫得拿不住、估值离谱的东西，比如那些没有任何盈利却炒到天价的科技股概念，比如一堆包装的花里胡哨但底层资产一塌糊涂的垃圾债券，再比如那些明明空置率爆表却还在依靠金融魔术维持价格的商业地产，一点点分批的不引起市场警觉的转手给还在梦里数钱的普通投资者。那份泄露的文件提到了一个代号叫大撤离的精确计划，它的核心行动时间表就是在未来这90天里，他们会利用一切能用的手段，包括制造行业利好消息，配合漂亮的财报数据，持续炒作 AI 和新能源等泡沫概念，把市场的情绪和价格强行维持在一个高位繁荣的假象里，这一切只为完成最后一轮的派发。等3个月一过，他们手里的货出的差不多了，支撑市场的那些巨量隐形买单会瞬间消失，到时候市场会怎么走？就像你突然抽掉一个积木大厦最底层的承重柱，结果只能是自由落体式的崩塌。所以这3个月是你有可能跟着大船一起悄悄离开风暴区的最后机会，它绝对不是让你觉得机会又来了，往里冲进去抢反弹的时机，那是自杀行为。接着我要说第二个更隐蔽、更普遍，也更容易让人麻痹的陷阱，叫做货币幻觉。可能很多住在北美、香港或者台北的朋友会下意识地反驳我说，我看我的股票账户最近还在创新高啊，我家楼下的房产中介挂牌价也没跌啊，有些地方甚至还在微涨呢。朋友，这就是最可怕的地方，你的财富正在你眼皮子底下，像阳光下的冰块一样悄悄融化缩水，而你却因为看到账户上那个变大的数字，还在开心地数着想象中的利润。我给你举个实实在在就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例子，就发生在加拿大温哥华。一位姓陈的先生2020年疫情初以为抄到底了，花100万加币买了一套城市屋，
到了2025年，也就是现在，房产中介欢天喜地告诉他，现在类似房源市场价能卖到120万了。陈先生掐指一算，觉得自己净赚20万，高兴得不得了，甚至开始计划用这笔赚来的钱换辆更好的车。可他完全忽略了一件事，这5年里，真实的涉及你生活方方面面的通货膨胀累积，早就超过了30%，甚至更高。你算算，现在的120万，实际的购买力可能还不如5年前的90万加币。你表面上赚了20万数字，实际上亏损了至少10万的购买力。这还不是最糟的，如果你在这期间因为觉得自己有钱了而增加了消费贷，升级了生活方式，你的财务窟窿其实在无形中变得更大了。那份华尔街文件里专门提到了一个词，叫资产名义价格的最后一次拉升。那些操纵游戏的人太懂人性了，他们知道，只要全球央行的印钞机没有真正停下，广义货币总量在增加，那么资产价格在账面上就一定能被流动性推高。他们就是精准地利用这种数字上的虚假上涨，给你制造出一种我越来越有钱了，我的资产在增值的强烈错觉，让你放心地去借更多的房贷，刷更多的信用卡，甚至去贷款投资更多的资产，从而接住他们派发出来的筹码。我们必须从今晚开始就清醒过来，现在全球范围的物价飞涨，从超市的牛肉、鸡蛋到加油站的油价，从你家孩子的学费到每年递增的房产地税，这一切根本不是实体经济有多繁荣健康的表现。恰恰相反，这是货币信用被过度透支，快要撑不下去的早期危险信号。当你每个月都觉得钱越来越不经花，而你的工资涨幅却像蜗牛爬一样缓慢甚至停滞的时候，金融海啸的前浪其实已经打湿了你的裤脚，冰冷的感觉已经传上来了。我们现在看到的所谓牛市，不过是通货膨胀这件破旧褴褛的内衣外面套了件用金融工程线和乐观叙事编织的漂亮皇帝新衣。说到这儿，我想请你帮个忙，也在评论区跟我聊一下，这很重要，因为我们需要彼此确认，这不是我一个人的臆想。你最近去超市买菜，或者每个月交房租、房贷、车贷的时候，有没有那种钱怎么像水一样流走了的刺痛感和无力感？你身边的同事、朋友茶余饭后抱怨物价、吐槽生活成本高的次数是不是越来越频繁，语气也越来越无奈？如果你有同感，请在评论区打认同2个字。这不是简单的互动，这是让我们所有人形成一个清醒的共识。危机的信号早就藏在我们的生活细节里，我们不能再闭上眼睛，捂住耳朵自己骗自己了。接下来是第3个致命问题，也是整个系统最脆弱的环节，全球债务这台机器已经过热到快爆炸了，而点火器就在华尔街手里。那份文件里用整整1个附录制作了一张复杂的全球债务风险热力图，用刺眼的红色标出了几个极度危险的区域。而很不幸，这些区域恰好是过去几十年很多华人家庭海外资产配置的重镇和核心所在。首先是商业房地产，美国和加拿大的商业地产市场现在就是个表面光鲜，内里早已腐烂的巨大黑洞。很多市中心的甲级写字楼空置率高达3-4成，但银行的抵押贷款评估报告上还依据着过去繁荣时期的租金模型写着惊人的高价，以此维持着资产账面价值和债务链条的脆弱平衡。文件预测，2026年初的一波倒下的多米诺骨牌，就是那些被商业地产坏账彻底压垮的区域性银行。一旦有几家撑不住宣布破产，市场信心会瞬间崩溃，恐慌就会像瘟疫一样以光速传遍整个金融体系，谁也跑不掉。然后再看我们更熟悉的亚洲市场，香港和台北的朋友要特别当心了。文件里特别用加粗字体强调了流动性枯竭这个词。过去几十年，大家习惯了房子永远涨的神话，形成了只要有砖头就是硬通货的坚定信仰。可你想过没有，当美联储为了应对自身的通胀问题，不得不将利率长期维持在高位，当全球的避险资本都急着跑回美国本土自救，追求安全的时候，亚洲这些新兴市场里的资金池里的水会被一个巨大的抽水机以惊人的速度抽干，水位下降的时候，你才会看到谁在裸泳。我有个亲戚在台北的真实遭遇，就是活生生的正在发生的例子。他手里攥着3套房，算是外人眼里的小康之家，但每月现金流绷得紧紧的，全靠租金收入来覆盖每月的贷款月供，生活过得并不轻松。上个月，他的一个租了10年的老租客，一家本地中小科技公司，因为融资断裂倒闭了，房子一下子空了出来，租金收入顿时少了一大块，屋漏偏逢连夜雨。紧接着，银行的贷款调整通知函也到了。
白纸黑字写着，由于市场利率上行，他的房贷利率下个季度要开始上调，他现在急得整夜睡不着，头发一把把的掉，想赶紧卖一套房来回血，降低杠杆和月供压力。结果挂牌出去3个月，中介反馈说，连一个真正有诚意来看房的人都没有，偶尔来1、2个，出的价格简直是拦腰砍。这就是流动性危机最可怕的前兆。当市场风向转变，所有人都想卖资产换现金的时候，你会发现根本没人接盘，市场失去了最基本的买卖功能。那时候的资产价格下跌，不是慢慢阴跌给你反应时间，是瞬间的、毫无流动性的断崖式下跌，而且是你想卖都卖不出去的绝望。你只能眼睁睁看着纸面财富蒸发，同时还要承受源源不断的月供压力。如果你现在手里也有不少这类流动性很差的资产，比如位置偏远的房产，需要锁定多年的私募股权，或者一些看起来承诺高回报但底层资产模糊的理财产品，请在评论区告诉我，或者打一个焦虑。因为接下来我要说的保命方法，可能就是为你量身准备的应对策略。那么，现在来到最关键的第4点，我们普通人到底该怎么办？难道只能坐以待毙，眼睁睁看着这一切发生吗？当然不是。危险里永远藏着机会，这是老祖宗传下来的智慧。对于那些早就有所准备、行动迅速的人来说，2026年的全球经济震荡或许是一次难得的财富重新分配，甚至是阶层跃迁的机会。但所有这一切的大前提是，你必须先活过这场风暴，保护好你的本金和家庭。根据我对那份文件内容的交叉分析，为你梳理总结了3条必须立刻开始执行的保命锦囊，请你务必记在心里，最好能拿笔记下来，转化成行动计划。第1条叫做现金为王，但你要搞清楚什么是真正的王，以及怎么保管这个王。千万不要在这最后3个月被市场虚假的繁荣和热闹骗进去，幻想去搏最后一个铜板，那叫火中取栗，成功率极低，但烧伤率100%。在这个阶段，你必须持有远超平常水平的高流动性的现金。但是请注意，我说的现金绝对不是让你把所有钱都存到你家街角那家名字都没听过的社区小银行或者信用合作社里。文件里有一个章节专门做了压力测试推演，2026年的金融动荡很可能会直接冲击银行系统的稳定性。一些资本金不足、资产结构不健康的银行可能会出问题。正确的做法是立即审视你的存款，把它们分散放到几家全球公认的、具有系统重要性，也就是大到不能倒的超大型银行里。虽然利息可能低点，但安全性在极端情况下是第一位的。同时，强烈建议你配置一部分美元短期国债，你可以通过很多大型券商平台买到。现在的短期美债收益率相比前几年已经很有吸引力了。它不仅是能产生稳定利息的生息资产，更重要的是，它是全世界公认的信用等级最高的终极安全资产，没有之一。当危机全面爆发，股票、房产、企业债所有风险资产都在暴跌时，你手里的现金和短期美债就是最珍贵、最强大的子弹。它们不会缩水，反而购买力会相对飙升。等到2026年风暴最猛烈的时候，遍地都是打了2折、3折，原本可望不可及的优质资产时，你手里紧握的现金和类现金资产，就是你未来10年收购它们，实现财富翻身的王牌。第2条，为你自己，也为你的家庭打造一艘小小的诺亚方舟。那就是配置实物资产。当整个金融系统的信用链可能出问题，纸币的购买力受到广泛质疑时，你需要一些不依赖任何政府或机构承诺，实实在在能握在手里，全球都认得真正硬货。答案就是黄金。记住，我这里强调的是实物黄金，不是纸黄金，不是黄金交易所交易基金，也不是任何银行的黄金理财产品，那些都是金融合约，背后依然依赖发行机构的信用。我指的是你能实实在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金条或者公认的投资型金币。文件里多个风险模型都显示，当金融系统的信用链出现裂痕，甚至局部崩塌时，黄金会是最后一个屹立不倒的价值标杆和终极支付手段。对于我们华人来说，乱世藏金，盛世古董是刻在我们文化基因里的古老生存智慧，经历了无数次历史周期验证。不需要你押上全部身家，但务必把你总资产的 5% 到 10% 换成实物黄金，找一个安全可靠的地方妥善保管好。这是你家庭财务最后的压舱石和底气，是无论世界怎么乱，银行系统是否正常运转，都能在任何地方换来食物、水和安全通行证的硬通货。这种心理安全感在极端情况下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
第3条，立刻做减法，狠下心来砍掉你身上那些不必要的负重。这3个月是你清理高成本、高风险债务最后最好的机会窗口。如果你身上还背着高利率的信用卡分期、各种网络平台的消费贷，或者一些并非绝对必须的高额车贷，想尽一切办法尽快把它们还清。因为风暴真的来临时，你的收入可能会中断或锐减，工作可能会丢，但债务的利息永远不会停止生长，银行和债主的催收电话也不会停。到那时，每一笔看似不大的债务都可能成为压垮你财务和精神的最后一根稻草。别再想着用贷款加杠杆去投资了，那是上升周期的游戏。现在的策略核心只有一个：防御，活下去。审视你所有的资产，那些不能产生正向现金流，每月还在吞噬你现金流的投资房，那些你看不懂底层逻辑，只是听朋友推荐买的理财项目，哪怕现在卖掉会亏一点手续费或者小部分本金，也要果断处置，回笼现金。你的目标不是赚最后一个铜板，而是降低负债率，增加现金储备，让自己变得轻盈、强壮，有能力抵御寒冬。轻装上阵，你才能跑得更快，才能在机会出现时有力气弯腰捡起。最后，也是最重要的第5点，是一场自己与自己心态的艰难较量。千万别做那只在温水里被慢慢煮熟的青蛙，舒适感是最大的危险。我知道，听到这里，你心里可能会非常慌，也可能会产生强烈的怀疑和排斥。真的会这么严重吗？是不是太悲观了？说不定明天醒来，市场又大涨了呢？那我不是白白错过了？我完全理解，这都是人性最正常、最自然的反应。而华尔街和那些资本大鳄最厉害的地方，就是精准地利用人性的贪婪、侥幸和从众心理。他们总会在悬崖的边缘装饰满鲜花，播放激昂的音乐，让你觉得前面是阳光坦途，鼓励你继续向前冲。我永远记得2008年雷曼兄弟倒闭的前一天，他的交易大厅里许多员工还在热烈讨论年底那份丰厚的奖金该怎么花，是去加勒比海度假，还是换艘新游艇？没有人相信百年老店会一夜崩塌。危机总是这样，静悄悄地来到每个人身边，然后在一瞬间轰然炸响，留下遍地狼藉。今天说的这份泄露文件，其实只是一个提前拉响的、声音尖锐的引爆器警报。真正的火药桶是过去10几年全球央行无节制印钞、政府疯狂举债和整个社会无限堆积的债务大山。这是最基本的经济规律和物理规律，欠的债迟早要还的，没有任何奇迹。在这最后的90天窗口期，你最大的对手不是那些西装革履的金融精英，而是你内心那个习惯于安逸、犹豫不决、总是心存侥幸的自己。你不需要跑赢华尔街的天才们，你只需要比你身边那些还在梦中狂欢、嘲笑你谨慎的朋友、同事和邻居们早醒一步，早动一步。哪怕我今天所说的一切，只有10%的可能性会发生，你为此所做的防御性布局，最多也就是牺牲一点短期内的潜在投资收益，少赚一点利息。可如果你因为怀疑和懒惰而什么都不做，依旧维持高杠杆、高风险的状态，而那场海啸真的如文件所预测般来了，你和你的家庭面临的将是难以承受的财务与精神代价。朋友们，这个世界没有从天而降的救世主，也没有人能替你承担你家庭的责任。当2026年的钟声敲响，潮水真的开始无可阻挡地退去时，我希望每一个在养怡时光相遇、彼此提醒的朋友，都已经稳稳地坐在自己提前精心准备的方舟里，手中有粮，心中不慌。我们能平静的，甚至带着一丝期待的看着窗外的风暴过去，然后当阳光重新穿透云层，我们才有资格、有资本、有从容的心态去收获那些被风暴冲刷到沙滩上的真正的珍珠与宝藏。现在我需要你做2件简单但至关重要的事。第一，在评论区和我聊聊，说出你的真实想法。你觉得2026年的危机会来吗？你已经开始做哪些准备了？或者你最大的担忧是什么？让咱们这个小小的社区能互相提醒，彼此印证，抱团取暖，共同寻找安全的路径。第二，也是更重要的，把这个视频分享给你最在乎的人，你的父母、伴侣、成年的子女，或者那几个真正交心的朋友。也许他们现在听不进去，觉得你杞人忧天，但哪怕只在他们心里种下一颗警惕的种子，当风雨真的来时，这颗种子也许就能生根发芽，促使他们做出一个正确的决定，护他们一次周全。这可能就是你能给他们最宝贵的礼物。记住，我们只有最后3个月了，行动不是为了制造恐慌，而是出于对你自己和家人最深沉的爱与责任。我是林小涵，我们在养怡时光，不见不散。